大家好，運吉台長啊！東鐵咧就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狀元鐵路啦。咁呢條鐵路咧而家就肩負住新界北區啦、大埔區啦，就係半個沙田嘅居民啊，嗰個加埋成1000萬嘅鐵路交通網絡啊。咁東鐵咧都就係由紅磡站咧就延伸去港島區嘅金鐘啦。將來咧乘客咧就可以搭一程鐵路咧就直達香港嘅經濟中心，咁就舒緩翻呢個荃灣線過海擠塞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同時由於啲不知名嘅原因咧，東鐵線列車就由12卡加到9卡，咁啊加到載客量下降喎，咁都西列車係出現好多問題啦，咁啊令到乘客更加不便。咁所以咧，今日就係介紹翻呢個東鐵線以至成個九廣鐵路 KCR 嘅歷史啊。咁東鐵一開始咧就叫九廣鐵路啦，就係一條由廣州去到香港嘅跨境鐵路啊。咁就方便香港同埋廣州之間嘅貿易交流。咁呢個香港段啊，即係英段咧，就喺民國時期1910年嘅10月1號通車嘅。咁當時嘅車站咧就有九龍臨時車站啦、紅磡臨時車站啦、油麻地車站啦、沙田車站啦、大埔車站啦、大埔墟奇站啦、粉嶺車站啦，同埋羅湖臨時車站嘅。咁啊，中途站咧都係有雙向嘅月台嘅，不過咧就係成條咧就係單線鐵路嚟嘅。咁每日咧就會有來回加埋總共13班車啊！咁九龍至到廣州咧，大約要搭4個鐘頭19分鐘嘅。咁成段嘅九廣鐵咧就喺1911年10月通車啦。咁後尾咧啲車站都係咁改嚟改去。例如呢個正式嘅大埔墟站咧，就係尖沙咀中流嘅呢個九龍車站啦，同埋上水車站。咁當時鐵路咧就用緊呢個燃煤嘅蒸汽火車啊。咁啊嗰時已經分緊頭等同二等噶啦。咁個列車而家就仲存放緊喺呢個大埔墟站舊址嘅呢個香港鐵路博物館。到1949年啊，咁啊解放軍咧就攻陷咗廣州，咁呢個九廣直通車就因為政治因素咧咁啊停咗啦。從此之後咧，羅湖至到廣州段咧，即係原本叫做九廣鐵路嘅華段啊，就變咗做深圳至廣州啫，咁就叫做廣深鐵路。咁英段啊就係由九龍車站去到羅湖車站啦，咁所以咧兩地嘅直通車就停駛差唔多成30年先復駛嘅。咁喺呢個1954年咧，咁啊九廣鐵咧就引入咗柴油火車啦。咁就喺1956年啦，因為有一部蒸汽火車爆炸喎，咁就加速咗成個替換列車嘅進程啦。咁呢個蒸汽火車就喺第2年咧就變咗得翻後勤先要做服務嘅啫。咁最後咧就喺1962年啊就俾呢個柴油火車完全取代晒啦。咁喺1974年咧，呢個九鐵就開始做呢個英段嘅雙軌化工程啦。咁就令到成條鐵路線由單線咧就升級咗去變咗雙線行駛嘅。咁1978年啊，佢哋再順便將全線咧就現代化，就電氣化咗佢。咁即係將啲列車就改做電氣化列車。嗰時候工程都好大啊，因為咧原先所有車站月台咧都要加高去1.2米啦。咁佢哋同時再起一啲可以俾雙線行駛嘅新隧道咧，即係新嘅北架山隧道。咁第一期咧就係1982年完成啦。咁由呢個新嘅九龍車站，即係而家紅磡站咧，就一路去到沙田車站嘅。咁第2期咧就隔一年，就1983年咧就起完啦，就可以由沙田車站咧就有新嘅大埔墟站。咁全線嘅電氣化咧就喺1983年7月咧就正式啟用嘅。咁嗰時嘅電氣化之後用嘅電氣化列車就係黃頭列車啊，就由呢個英國嘅都城家務去製造嘅。咁就3卡為一組啦，咁啊通常用6卡咁嘅行駛。咁有時都有啲9卡車同12卡車嘅。咁個車頭係黃色噶啦，咁車身兩邊咧就係白色咧，再加啲九鐵嘅紅色線條咁樣。咁後尾啊，喺1991年啊，全線咧因為個客量就升得太快咧，咁就買入咗更加多嘅列車，就用晒全部12卡咁去行啦。咁1996年咧，咁啊九鐵再將啲列車翻新，咁就變咗而家嘅烏蠅頭列車啊！即係其實而家啲烏蠅頭列車都係當時係黃頭列車改翻嚟嘅。咁同年啊，九廣鐵路嘅英段咧就改名做九廣東鐵，咁就區分翻將來嘅西鐵系統。咁喺2001年啊，東鐵咧就新訂購嗰啲嘅近畿川崎列車咧，咁就俗稱1009，就正式投入去呢個東鐵度用啦。咁喺04年咧，為咗舒緩九龍塘站嘅人流咧，咁呢個東鐵咧就起咗一條新嘅尖沙咀支線，咁就去到尖東站。咁去到07年咧，落馬洲支線都通埋車啦，咁就俾呢個落馬洲口岸啊，俾過境人士用啦。
咁最後啦，就係07年尾啊，咁九鐵咧就正式同地鐵合併咧，就變咗而家係港鐵啦。咁自此之後啊，就營運咗97年嘅成個九鐵系統咧，就走入歷史啦。咁除咗東鐵嘅主線之外咧，九鐵亦都有營運其他嘅鐵路線嘅。咁首先就係1988年通車嘅九廣輕鐵啦，咁就係營運呢個屯門、元朗、天水圍嘅區內嘅路線網絡。跟住咧就係03年通車嘅九廣西鐵啦，咁嗰時都用緊1,900嘅列車。咁最後就係04年啦，馬鞍山鐵路亦都正式啟用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高鐵嘅香港段咧，其實理論上咧都係屬於九鐵嘅，不過咧佢開線嘅時候咧都合併咗一段時間嘅啦。咁我其實本身就想講下九鐵嘅歷史啦，不過唔知點解簡化下咧，簡化越嚟越短咧，咁就幾多內容咧就得翻咁多。咁啊，完全唔係平時有嘅內容咁多嘅，咁而且列車都冇有介紹啦，咁因為架新車都唔係喺九鐵時代嘅產物。咁話說我喺查資料嘅時候啊，就揾到啲好得意嘅條目啊，就係一個叫九鐵狂熱分子同埋反歸復九。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想要將個鐵路咧分拆翻去地鐵同埋九鐵兩間公司。好，咁啊，先唔講我嘅立場啊，咁呢兩篇嘢咧都好有偏幫合併港鐵嘅感覺嘅，即係多中立咁樣啦。咁你好自然咁反對啲九鐵支持者嘅立場啊。咁啊，雖然都係一篇好有娛樂性嘅文章啦。咁話說咧，我唔知喺邊度見到啊，喺九鐵咧合併咗之後咧，其實係要監察港鐵維持正常服務嘅水平。咁如果東鐵嘅新車有問題，咁唔知可唔可以要求港鐵改善，甚至好似九鐵支持者咁想要咁樣由九鐵接管翻，重新營運翻東鐵咧？咁所以我覺得冇可能啦。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咁啊，關於新車嘅各種問題咧，雖然個新車問題好多，不過其實同今集都唔好關事，所以就都係算數啦。咁反正咧，我都喺賣港林鄭嗰度咧就數晒佢哋出嚟噶啦。咁就想問下各位啊，你比較想九鐵同港鐵合併啊，定係佢哋各自為政分開兩間公司咧？咁我個人咧就覺得其實有競爭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得港鐵一間咧，咁佢就無限加價噶啦。不過咧，其實九鐵收費係真係貴啲嘅。咁所以結論咧就係，不如由我自己嚟開一間港行鐵路嚟做啦。咁啊，下集第20集本身咧就係自肥用嘅，不過咧好可惜啊，我已經諗好咗要做啲乜嘢啦，更加重要嘅嗰個，因為咧我就應該可以介紹翻我設計新嘅鐵路線。而家睇嚟咧，最快都要第40集先得閒講噶啦，所以咧就麻煩啦，中意嘅撳個讚啦，仲有訂閱，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